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7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简称 COP 已于埃及结束。这是一则关于气候变迁的重要消息。然而，各国对于如何达成长期温升低于 1.5 摄氏度的合作目标存在分歧，这使得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迁的道路充满了挑战和未知。尽管实现 1.5 摄氏度目标的机会逐渐减少，但国际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简称 IEA 仍强烈呼吁各国和产业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，以避免无法挽回的气候危机。净零排放是一个重要议题，它通过使用再生能源、循环利用废弃物等方法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。同时，它还结合了碳捕获和移除技术，以将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从大气中清除，从而阻止地球持续升温的温室效应。目前，全球已有89个国家公布了净零排放的目标，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78.7%。 Climate One 2022本文将以欧盟、日本和中国作为参考对象，探讨他们已承诺的净零排放措施，并将其与台湾今年3月公布的台湾2050净零排放路径及策略总说明进行比较，以探讨我国在永续发展方面的成效和策略是否需要进一步加强。欧盟是全球净零趋势的领导者，他希望通过科技发展推动永续政策、永续金融和永续研究，同时确保人民的权利和社会平等。在2019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5 上，欧盟提出了欧洲绿色政纲 European Green Deal， 该政纲制定了针对能源、农业、运输等9大议题的政策行动，为实现净零排放目标。欧盟的净零排放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实现，并计划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水平的 55%。为达到这一目标，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，其中包括加强再生能源的使用，预计到2030年将可源自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至至少 55%。此外，欧盟还计划推动电动车的普及，并加强能源效率和节能措施。在建筑和交通领域，欧盟将推动能效改进，促进可持续运输方式的发展，并提高建筑物的节能水平。相比之下，日本在2020年订立了日本永续发展目标，其中包括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日本计划大幅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，并加强能源效率。日本还计划在交通领域推广电动车和氢能源技术，并提高建筑物的节能水平。中国则在2020年宣布将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，也就是实现净零排放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中国将推进能源结构的转型，加强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，同时减少对煤炭的依赖。中国还将推动能源效率的提高，加大对绿色技术和创新的支持，并推广低碳交通和节能建筑。台湾在2021年公布了台湾2050净零排放路径及策略总说明，确定了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。根据该说明，台湾将加速发展再生能源，预计到2050年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将超过 80%。 此外，台湾还将推动能源效率和节能，并加强气候风险管理和调试措施。尽管欧盟、日本、中国和台湾都已确立了净零排放的目标和策略，但实现净零排放仍然面临一些挑战。首先，实现净零排放需要大规模转型和投资，这包括升级现有能源基础设施、发展新的再生能源项目、推广清洁交通工具等。这需要政府、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合作，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。其次，净零排放还面临技术和创新的挑战。目前，一些关键技术，如碳捕获和储存技术，还处于发展阶段，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投入才能实现商业化。同时，还需要加强研究和发展清洁能源技术，提高能源效率，并开发更多的可持续解决方案。第三，实现净零排放还需要全球合作和协调。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，各国需要共同努力，分享经验和技术，以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目标。
国际合作机制如巴黎协定提供的框架，但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，解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和挑战。最后，公众参与和意识提高也是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。人们需要了解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和影响，并愿意采取行动减少自身碳足迹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，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和净零排放的认识，并鼓励人们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。总之，欧盟、日本、中国和台湾等地区都已确立了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和策略，但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面临着挑战，需要各国共同努力，加强合作，加大投资，推动技术创新，提高公众参与和意识，以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目标。谢谢您的支持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讯息。也欢迎打开欢乐铃，随时关注我们。